关于香港，我想大部分人的印象是密集的高楼大厦、双层巴士和红色计程车，独有的饮茶文化和缤纷夜景。自从开始旅游摄影，我特别希望能回到香港，拍摄这座融合了东西方文化元素所构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城市。那我现在已经在香港了。那这一次来一共会来4天，其中1天也会顺便去澳门那边看一下。那其实我在以前蛮多机会来香港的，不管是旅游或者是转机。只不过那时候我根本就不是一个摄影师，也不知道怎么拍照。那一转眼5年就过去了，所以这一次呢，特别期待可以回到香港去看那些可能比较有代表性的景点，那用自己可能摄影师的角度或者是风格去把它拍摄下来。那这次呢来香港旅游拍摄，我在档案存储选择就是 SanDisk Extreme Pro SDXC UHS 2的记忆卡和 SanDisk Extreme Portable SSD。那这2样产品能确保我在用最好的画质记录旅程的同时，那不管是在档案的写入、存储、传输，我都可以有极高的效率和可靠性的。等一下我也会针对这2个产品做更详细的介绍。那现在我要赶快先去 check in 我的饭店了。哇，今天天气很好那我现在人在 Ocean Terminal Deck 这里。那这个点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拍到对面香港岛上环跟中环的天际线。因为其实我是第一次来这里，之前比较多都是在那个星光大道那边看到的这个风景所以希望今天第一次来这里可以拍到一些不错的照片，然后也希望今天的夕阳会很美。我们刚刚回去饭店之前就想说来旺角这边看看，因为这边在通菜街就是有一个景点，但是我之前在 Instagram 上面就是看到这张图片，就一直想说，要是有机会我来香港，我一定要来这个点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有这个很经典的香港的霓虹灯的招牌然后再搭配下面就是停着这种红色车顶的公车我觉得这2个元素加在一起，真的特别有香港的味道所以就想说来拍一下。现在是第2天，然后也是大概早上5点6点。我自己觉得我还是比较偏好这样子的时间出来，然后因为天气还没有很热，然后也不会遇到太多的人。然后我们今天的计划是，等一下要先去几个在这边的社区那种盖得很夸张的大厦建筑，然后去那边看一下、拍一下。我们刚刚已经到了第1个点，那就是这个叫做益昌大厦，或者是有很多人叫做 Monster Building、Monster Mansion 都可以。那这个点其实我之前有来过1次，然后那时候就是觉得这些建筑也太厉害了，房子也盖得太密了。那不管你用相机拍、用手机拍，好像看起来都已经是很厉害的香港的照片。只是现在来的时候就会想到说，哇，这些住在这边的人每天很早去上班，回到家之后也只有这样子的空间可以居住生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不知道，但也蛮好奇的。然后等一下我们在这边再拍一下之后，就会去下一个也是类似这种大楼样子的景点。总算等到 Arabica 开门，先去喝杯咖啡，吃个早餐。那更重要的是吹个冷气。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是在地铁彩虹站出来旁边的叫做彩虹大厦，然后这边最特别的当然就是它的那个彩色篮球场嘛，然后还有旁边有一些这种彩色的建筑。而且看到彩色篮球场，第一个我会想到的就是之前在巴黎皮加勒那边也有一个像这样子的球场。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蛮喜欢打篮球的，所以只要有机会就是看到一个新的城市，然后它有那么特别的篮球场，我自己都会想要特别去朝圣看一下。香港真的很热，你看。同样位于彩虹站的平石村，是我觉得这次在香港看到最特别的景观之一。置身在社区中庭，抬头仰望，特别有一种超现实的未来感。我们刚刚吃完午餐，然后选择的餐厅呢是莲香居港式饮茶。然后我觉得，因为它是米其林餐厅嘛，所以它里面的食物其实口味真的还不错。然后我们就吃了一些虾子的烧麦虾饺，然后还有虾的肠粉，然后也有吃饭这样子。
只是就觉得里面真的很混乱，人很多，然后一直来，桌子很小，也是要跟别人并桌这样子。可是就反正偶尔来一次香港嘛，可以体验一下。刚因为中午，然后天气比较闷热，所以就先回饭店这边。那我通常习惯在一整天的拍摄之后，就备份当天拍摄的素材，确定所有档案都有条理的存放在硬碟里面。那趁着备份的这个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次使用的2款 SanDisk 产品。我这次使用的 SanDisk 记忆卡是 SanDisk Extreme Pro SDXC UHS 2的记忆卡。那如果你对 SDXC 或是 UHS 或是 V60有点研究，或者有些概念，那你应该就知道，这是一个在容量大小和传输速度方面非常优秀的组合。那不管你是要拍摄6K 的电影画质这种画面，或者是4K Ultra HD 的慢动作，那或是它的拍摄速度高达150 MB/s 这种高速连拍照片，选这张记忆卡就都能满足需求。那这款记忆卡的容量最高有到达1TB， 传输速度高达280 MB/s。那不管在拍摄的当下或是档案备份的过程，都不用因为高规格的档案的体积而伤脑筋。那除此之外，如果你意外的删除了档案，你也可以下载 Rescue Pro Deluxe 的资料救援软体来复原遗失的档案。我在档案备份的硬碟选择就是 SanDisk Extreme Portable SSD V2。那它在速度的部分，1050 MB/s 的读取速度和1000 MB/s 的写入速度，让我尽可能的节省备份等待的时间。那在外形的部分，拥有5年保固的细胶外壳，登山扣环的设计，不止握起来舒服好拿 ，IP65 的防水防尘等级和高达3米的跌落保护，也是代表像我们这些户外摄影、旅游摄影的爱好者，被风吹日晒雨淋或是跌倒，你的档案都能被安全的存放在这个固态硬碟里面。而这次 SanDisk Extreme Portable SSD V2 161有别于以往的黑橘配色，加上了蒙特瑞蓝和天空蓝，我自己是觉得蛮耳目一新的。颜色不同，但同样的清亮，好期待。那如果你是 Android 的用户，也可以从 Google Play 商店下载 SanDisk Memory Zone App， 在装置上解锁 SSD， 存取及备份手机的资料，或是将档案从手机移至 SSD， 节省空间。那关于这2款产品的更完整的介绍，可以参考我在资讯栏里面的连结。我们现在在今天应该是最后一个点，就是在 Victoria Peak 这里。那因为之前每一次来香港，几乎都会想说上来看看，因为这有一个很经典的夜景嘛。那刚刚上来的时候，其实有点不知道，哇，这上面变很多，有很多的餐厅，然后有很多可以逛的，所以这个人潮也是超乎想象。然后这边又比较属于那种不会有人跟人之间要维持一个适当距离的这种概念，然后山顶缆车的人也不会做。人数上的管控，就基本上一台车能挤多少人，就全部都挤上来这样。然后我都觉得几乎快要发生那种很像兰桂坊踩踏事件的那个状况啊，所以其实整个体验是蛮差的。当然无论如何，现在就是已经上来了，那希望等一下可以拍一些夜景，对啊。我们现在在上环码头，然后等一下要坐喷射飞航去澳门。那其实这一次来香港跟澳门，我觉得我好像对于去澳门还更期待一点，因为之前有在那边当交换生待过1个学期。那我这次来澳门是比较期待，就是可以用可能是摄影师的角度再去看一下这个以前蛮熟悉的地方。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也会想再回去学校那边走一走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会去澳门的 Team Lab 看那边的可能跟之前去过东京有什么不同吧。我是知道在澳门啊，现在好像有很多就是一些国外的东西，然后他们在这边把它做一些复制，这样像是以前有 Venetian， 然后之后又有 Parisian 跟 London 呢。然后我刚刚出来，就从客运码头出来，没有多久的路程啊，然后就看到后面这个，它叫做 Fisherman Wharf， 然后其实就是一个罗马竞技场啊，比较小一点的 size， 可是看起来几乎就是一模一样啊。
我一直都蛮喜欢参观 TeamLab 在视觉和听觉等等感官上的刺激，在那样的环境有很多和自己对话的机会。澳门的 TeamLab Supernature， 我个人认为展出的沉浸式艺术相对来讲更少，其中也还有需要在入场票之外的额外付费项目。整体来说，我是不太推荐澳门的 TeamLab 体验。我们刚去完在威尼斯人酒店里面的 TeamLab， 然后就坐计程车来到澳门大学，然后现在在澳门大学里面的算是综合体育馆吧。这就是我以前在当交换生的时候最常出现的地方，就是可能一般的那种交换生会去旅游啊，或者是就是上很多课什么的。可是我那时候做最多事情的其实是练球，就那时候觉得这边的设施啊、球啊、场地啊，其实是真的很不错，然后又能跟一些就是强度比较高的选手在一起训练。他们很多人现在都已经在打职业队啊，可能澳门这边的，或是有打过其他的地方的，所以算是蛮特别一个回忆的地方吧。坐着同一班公车，看着同样的景色，走在同样的街道，对于这8年来自己的成长和转变，感觉是蛮踏实的。那这次来香港的行程也差不多要来到尾声，其实真的很开心可以回到就是这个蛮熟悉的地方，然后去拍到这么多自己想要拍的照片跟内容这样。那这次来香港的旅游拍摄可以这么顺利，其实必须要感谢 SanDisk 提供了这2款这么方便好用的产品。那我觉得一个旅游摄影师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去创作、去拍摄，大概就是这份工作最大的乐趣了。那如果你是对这个产品有兴趣，或者是你刚好最近想要添购 SSD 或者是记忆卡，都可以就是参考我在资讯栏中的连结去多了解这2款的产品。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帮我按个赞，然后或是你想要看到更多的内容，就欢迎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了，拜拜。